很多人看完暗战，只记住了经典的72小时警匪博弈，却看不懂杜琪峰藏在剧情里的人性宿命。这不是一部普通警匪爽片，而是一则成年人的孤独寓言。看懂中段的细节，才算真正读懂暗战。影片最被低估的封神名场面是和梁婉婷的巴士邂逅，观众只看见浪漫，却没看懂这场相遇是华医生最克制、最温柔的救赎。这是两人第一次相遇，没人分清是偶然还是宿命。普通上班族梁婉婷日复一日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她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个冷静干净的男人身负血海深仇，身患绝症，更不知道一段短暂又遗憾的缘分即将开始。华医生精于布局，算尽人心，所有恩怨博弈都在他掌控之中，可他唯独预判不了这场温柔的相逢。在压抑冰冷的城市洪流里，梁婉婷松弛纯粹的模样让他布满算计的复仇棋局中第一次泛起一丝无关利益、无关计谋的心动。他请求陌生的梁婉婷假扮情侣帮自己避祸，正常人都会警惕拒绝，可梁婉婷迟疑片刻，选择答应。杜琪峰用这个细节点透两人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繁华都市里无人理解、无人陪伴、极度孤独的人。巡逻警察上车逐一核查身份，生死压力笼罩整辆车厢。慌乱氛围里，温柔旋律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与紧张。窗外警灯闪烁，危机四伏；车内静谧温柔，心绪微动。极致的危险撞上极致的浪漫，成就了港片无法复刻的经典镜头。从布局角度来说，梁婉婷只是华脱身的棋子，可在并肩依偎的这一刻，常年冷血算计的他生出了难得的柔软与人情味。他从容搂住梁婉婷，借着情侣伪装，冷静避过排查，全程淡定掌控局势。反观梁婉婷，心绪翻涌，彻底被这个神秘深沉的男人牵动情绪，一稳一慌，一冷一热，两人心境反差格外鲜明。警察撤离，危机解除，对华而言，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脱身手段，是复仇路上微不足道的一步。但对梁婉婷来说，这场短暂相逢彻底打破了她一成不变的平淡生活。最让人意难平的是，两人相逢点到即止，利落离场，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杜琪峰拍的不是一见钟情，是成年人最深的克制与无奈。这场相遇是黑暗绝境里短暂的微光，是命运赠予他为数不多的救赎。但温情只是插曲，残酷的博弈才是主线。经历财务公司抢劫、天台对峙后，何尚生回到警局复盘案件。他跳出普通警员的刻板思维，说出一句碾压众人的封神台词：不，你一定要记住，有的时候并不是1+1就等于2的。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不会离开香港的。OK。普通警察破案只会死守刻板逻辑，劫匪抢劫就是为钱，高调闹事就是为逃跑。这种固化思维只能看见表面，永远看不懂高手布局。普通人看结果，高手看动机；普通人被规则束缚，高手利用规则演戏。镜头切换到黑帮支线，这是整部电影因果闭环的关键伏笔。反派光头佬是游走黑白边界的黑市中间商，靠走私天价珠宝牟利，心狠手辣，唯利是图，却格局狭隘，目光短浅，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他重金购入一颗价值8000万的顶级蓝宝石，为他鉴宝的老人张彼得是隐藏的关键人物。张彼得是光头佬的授业恩师，也是黑市珠宝行业的顶级前辈。3年前，光头佬为独占资源，狠心赶走恩师，逼得他远赴英国隐退。如今张彼得突然回归，面对徒弟的刻意示好，他只是冷淡回应：别以为我会来帮你，我只想亲眼看看宝石。这句话暗藏深意，这颗宝石极其稀缺，足以让顶级前辈专程归来。张彼得深知徒弟贪婪短视，做事不留余地，这颗不义之财终会让他自取灭亡。两人格局高下立判。同时剧情交代，这颗蓝宝石是卖家从俄罗斯黑手党手中偷盗而来，自带血腥祸端。杜琪峰借此抛出核心宿命，所有不义之财从到手那一刻起就是催命符。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我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贪婪的光头佬为省下500万尾款，独吞宝石，直接黑吃黑，开枪杀掉黑市卖家。他天真以为杀掉所有知情人就能永久独占财富，殊不知这一刻他彻底踏入了必死的棋局。事后张彼得神色淡然离场，只提出可以帮忙对接买家，抽取2成佣金。另一边的何尚生始终没有放弃追查，他坚信财务公司抢劫案疑点重重。他重返案发现场，刚好撞见交易归来的光头佬一行人。3215啊！黑帮手下肥雪连续2次输错大门密码，这个看似搞笑的细节是杜琪峰的精心伏笔。肥雪看似凶悍，实则粗心浮躁，不堪大用，是黑帮团队的致命短板。同时侧面体现黑帮看似守卫严密，实则漏洞百出。何尚生敏锐发现光头佬的公司就在案发财务公司隔壁，他上前试探询问，却被肥雪刻意阻拦，敷衍搪塞。我觉得你们公司装饰的很漂亮。做哪行的？问这个干嘛？我是警察。运输。那边有人抢劫，有没有见过可疑的人物？
你同事来问过8000多次了，8000多次了。何尚生虽没有查到线索，却彻底记住了这间可疑的公司，笃定大厦之内藏着华的终极布局。此时的华早已通过提前布置的监控，全盘掌握光头佬公司的布局、密码和保险库位置。他准备了一枚螺丝钉，装进礼盒寄给何尚生，这是他留给唯一对手、唯一知己的博弈线索。而他的身体已经濒临崩溃，绝症持续恶化，生命进入倒计时。他独自饮酒，突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剧烈的咳嗽让他难以支撑。这一幕撕碎了他运筹帷幄的完美表象，露出了绝境之中的挣扎与决绝。死亡倒计时让他彻底斩断所有温柔杂念，不再犹豫，加快复仇的计划。他一生身处黑暗，背负仇恨的他早已习惯孤独，死亡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回到警局的何尚生，即便早已调离重案组，身处文职闲职，依旧执着复盘案件疑点。他向同事剖析华的反常行为，可所有人都麻木摆烂。一到下班时间，全员准时收工，没人在乎悬案，没人深究真相，只贪图安稳生活。这段群像戏是杜琪峰对体制最犀利的讽刺。体制最擅长磨灭热血，消解初心，教人躺平自保，同时反衬出何尚生的孤高清醒，也铺垫了双雄共鸣。何尚生困在体制平庸里，孤独坚守；华困在宿命绝境里，孤独博弈。两个不被理解的异类，终究成为彼此唯一的知己。有什么看法？5点了，5点了。对啊，你儿子放学了，你要去打牌，你要回家吃饭，你要去深圳。你呢？郭富城演唱会。空荡的办公室里，何尚生收到了那枚神秘螺丝钉。很多人不解为何不直接留线索，偏偏寄一枚无用零件，这是精准的人性拿捏。直白的线索太过刻意，会让谨慎的何尚生警惕回避，而反常的螺丝钉恰好能勾起他刨根问底的探究欲。他再度赶往案发大厦，想要勘察现场，却被保安拦下。死板的警官黄启发以案件不归他负责为由，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不肯放弃的何尚生临场应变，故意打电话吸引保安注意力，趁机偷走奶粉溜进大厦。他将奶粉撒在密码按键上，依靠残留手印锁定数字范围，逐一试错，破解门禁。这段无打斗的智斗桥段，完美展现了何尚生的冷静与专业。进入室内后，他很快发现通风管道缺失的螺丝钉，瞬间明白线索由来。顺着管道攀爬，他找到了华藏匿的微型摄像头，镜头刚好对准隔壁黑帮公司的保险库，全程监控保持位置。所有人都疑惑，何尚生明知自己被华套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为何还要主动入局？原因很简单，一是他求真的执念，不在乎是否被利用，只想查清全部真相，读懂对手；二是棋逢对手的亢奋，平庸的体制生活埋没了他的天赋，华的出现唤醒了他沉寂的热血；三是高手的双向奔赴，真正的强者只怕无知对手，不怕被强者利用。就在何尚生观察摄像头时，华直接远程引爆摄像头，轻微的爆炸声瞬间惊动了光头佬的所有手下。小弟立刻上楼检查，发现了通风管道的爆炸痕迹与摄像头，第一时间通知楼下的肥雪。阿雪，听见没有？收到了。有人进来了。有人进来了是吗？有人进来了。有人进来了。有人进来了。慌乱的肥雪尽显庸才本色，慌乱之中只顾着吩咐手下前后包抄搜查，自己却不敢上楼，悄悄选择了安全通道避险。也正是肥雪这一贪生怕死的选择，为后续何尚生的顺利逃生埋下了唯一的生路。远在外面的光头佬得知消息后，立刻下达指令，让手下15分钟后带着宝石前往停车场汇合转移。此时的何尚生早已躲在消防管道门后暂时避险。就在他以为暂时安全之时，手机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瞬间暴露了他的位置，引来杀手的全力追捕。而来电之人正是远处的华。你知道吗？你的螺丝钉差点要我的命啊！你觉得这样和我玩吗？别搭升降机了。好，爸爸，有人上来了。喂，人家有3个人3把枪啊！你有什么？别会杠。我最恨人家耍我了。我也是。而华的电话不仅仅是暴露位置，更是隔空布局的最后指引。他隔空告知何尚生，大厦底层有一处紧急通道，10点半自动上锁，他仅剩30秒逃生时间。而他身处5楼，必须急速狂奔下楼。何尚生拼死冲到紧急通道门口，却发现门上自带警钟系统，一旦触碰即刻报警。为了逃生，他只能硬着头皮触发警报，可触碰之后才绝望发现这道门只能外开，无法内开。这一刻，他彻底明白自己又被华戏耍了。华从头到尾的目的根本
本不是帮他逃生，而是利用他触发警报，制造动静，吸引所有杀手注意力，把所有手下全部牵制在大厦内部，为自己夺取宝石，彻底清空障碍。在所有杀手被警报吸引，全员滞留大厦的瞬间，华早已驱车提前抵达停车场，布置好了最终棋局。他提前准备了一台和光头佬一模一样的车子，伪装成光头佬本人，静待猎物上门。老板，谢谢。同时，他提前布置机关，在光头佬驶入车库的瞬间，精准扎破车胎，利用短暂的爆胎拖延时间，彻底错开光头佬的抵达节奏，为自己骗取宝石争取完美窗口期。大厦内部，被困通道门口的和尚生在绝境之中意外碰到开门机关，门突然开启，迎面撞上独自避险的肥雪，两人四目相对，瞬间错愕。和尚生反应极快，一拳直接打晕肥雪，顺利脱身。至此，华在保险公司的整盘棋局完美落地，抢劫财物，公司制造假象，隔空引诱和尚生入局，利用和尚生引开全部杀手，拖延光头佬行程，伪装身份骗取宝石，全程滴水不漏，算无一策。所有人都成了他复仇路上的棋子。拿到宝石的华即刻驱车离场，而脱困后的和尚生没有选择离场撤退，而是守在停车场出口，静静等待华出现。当华的车子驶出，和尚生立刻跟了上去，他随后开启远光灯，持续闪烁示意。这一闪灯的动作深意十足，不是抓捕的警告，而是高手的致意。致意过后，和尚生直接驱车冲撞，试图逼停华的车辆。两大影帝的终极隔空博弈彻底推向高潮。两车激烈追逐对峙之时，光头佬的手下及时赶到，前后包抄，路口拦截，无数枪口对准两车，两人瞬间陷入无路可退的绝境。对方火力全开，现场火光四起，前后皆是杀手，退路彻底封死。无奈之下，两人只能下车躲在两车中间，躲避密集子弹。真有一手啊，会利用我，中招了，也不错。找到我就有麻烦了。有什么计划？问什么？玩是知道啊。也正是这一刻，杜琪峰拍出了整部电影最顶级、最通透的人性哲学。在枪林弹雨、生死绝境的这一刻，所有世俗标签彻底破碎，没有警察，没有劫匪，没有正义，没有邪恶，只有两个身陷绝境、惺惺相惜、孤独至极的顶级高手。这一刻，两人不再是敌人，而是绝境之中唯一可以依靠、彼此托付的战友。杜琪峰借此撕开世俗最虚伪的规则：黑白从来不是身份定义，善恶从来不是立场标签，体制内的合规者未必正义，游走灰色的孤勇者未必邪恶。绝境之中，两人默契对视，心生一计。其中一辆车的油箱正在不断漏油，汽油铺满地面，绝佳的突围机会就在眼前。两人默契分工，华负责开枪掩护，压制火力；和尚生负责卡住油门，将漏油车辆冲向杀手阵营，准备引爆汽油，制造爆炸，趁机突围。突然卡住油门的工具意外脱落，冲刺的车辆尴尬停在原地。和尚生向华索要了手中的枪，然后独自下车开枪劝退杀手，随即将工具重新卡紧油门，继续前行。可就在车子即将撞上杀手，所有人都以为爆炸将至的瞬间，更充满宿命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地上一瓶散落的饮料刚好阻断了蔓延的火势，整场完美的爆炸计划彻底落空。这一处看似滑稽的意外是杜琪峰的终极宿命隐喻，人算终究不如天算，哪怕是算尽人心掌控全局的顶级高手，终究算不过世事无常，人力穷尽终有天意。纵观整段中段剧情，华的布局堪称完美闭环，滴水不漏，利用所有人的弱点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复仇目标。他唯一没算准的是自己对和尚生的惺惺相惜，他唯一没掌控的是命运带来的无常与遗憾。而全程被套路被利用的和尚生没有愤怒，没有不甘，因为他早已明白，这场72小时的博弈从来不是正邪对决，而是两个孤独高手彼此成全、彼此救赎的宿命相逢。一场短暂的相逢，一场不对等的博弈，没有绝对的输赢，没有绝对的黑白，只有成年人最深的通透、遗憾与宿命。最近的警局知道吗？知道，老规矩，到警局的话，就算你赢。